刚拿诺奖就连发2篇顶刊论文。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每年的10月份啊，科学界都会迎来它的高光时刻，没错啊，就是诺贝尔奖。今年也不例外嘛。2025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已经揭晓了啊，我们再次把全球的目光聚焦在了免疫学领域。今年获奖者之一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焦点人物啊，是来自日本的免疫学大家坂口志文教授。坂口教授和他的2位同僚啊，叫 Mary Branco 博士和 Freedom Rumsfeld 博士呢，因为一个极其关键的发现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那就是调节性 T 细胞或者我们简称它为 TREG 细胞。我们要理解坂口教授的这个工作有多么重要啊，我们还是得先简单的聊聊这个 TREG 细胞它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啊，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就跟一个精锐的军队一样啊，里面的 T 细胞是主要的作战部队他们负责呢就识别那些清除入侵的病原体，比如说病毒、细菌，当然了也包括癌细胞但是呢这支军队如果走火了，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敌人来攻击，那就麻烦大了就跟现在美国的 ICE 一样，就是我们常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科学家都对一个问题感到好奇，这个免疫系统它到底是如何知道该打谁不该打谁呢？又是谁在关键时刻踩下刹车，防止这个 T 细胞来攻击咱自己人呢？就跟 ICE， 你抓非法移民可以，但是你为啥还抓公民，还粗暴执法呢，是吧？所以坂口教授他们的这个核心贡献呢，就是找到了这一支免疫警察部队TREG 细胞。那么 TREG 细胞是非常罕见的，但是他们却是免疫系统里边负责维稳的外交的关键角色。他们巡逻全身一旦发现那些误伤自己身体的这个 T 细胞，就会立即进行干预和抑制，这就被称为外周免疫耐受。更关键的是呢，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叫做 FOXP3 的基因就是控制 T 细胞变成 TREG 细胞的这个总开关。所以坂口教授的诺奖成果等于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通过控制这个 TREG 细胞，我们就会学会控制炎症、自身免疫疾病，甚至是一些排异反应。大家可能觉得你刚刚获得诺贝尔奖嘛，坂口教授呢，你应该好好休息了，享受一下鲜花和掌声毕竟这已经是对一个科学家这个最高的褒奖了。但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是就在诺贝尔奖宣布后的短短几周内，坂口教授和他的团队在顶级期刊这个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上一口气发了2篇重要的论文。这2篇论文不是对他旧工作的这么一个收尾，而是呢将TREG 的研究推向了临床应用的关键一步。这2篇论文用了一个词概括，就是变废为宝。那第一篇论文的题目还是很专业的叫做从效应 T 细胞生成功能稳定且抗原特异的 TREG 细胞，用于炎症疾病的细胞疗法那么它解决了 TREG 疗法的2大核心痛点，就是数量和特异性。治疗自身免疫疾病需要大量的能够精准针对这个致病抗原的 TREG 细胞，但从患者体内你分离天然的特异性的这个 TREG 细胞呢数量太少，而且难度太高。第二个是稳定性就是传统方法这个在体外诱导出 TREG 细胞然后往体内这个注入后往往不稳定，容易变节，就是重新变回致病的这个 T 细胞。那坂口团队是怎么变废为宝的呢？他们开发了一个精妙的细胞身份转换平台。就是什么呢？他们直接锁定那些数量多容易获取的甚至正在治病的这个 T 细胞被称为常规 T 细胞或者效应 T 细胞然后呢用一套组合拳让他们呢改邪归正。那第一招就是什么呢？用药物强制开机他们使用一种小分子的抑制剂强制激活这个 FOXP3 这个 TREG 细胞的总开关。那第二招呢就是环境重塑身份
他们刻意阻断了这个 T 细胞激活所需要的 CD28 共刺激信号。这个 CD28 就像这个 T 细胞里边的冲锋号一样把它们关掉之后呢，整个细胞就是它不再产生攻击性了，反而更容易接受这个维稳的身份。所以这种一推一拉的组合拳不仅呢就让这个 T 细胞高效转化，就成了这个 FOXT3 的这个 TREG 细胞，还通过关键的这个表观遗传学修饰让它们在人体内保持着功能和表型的高度稳定，和天然的这个 TREG 细胞几乎一样。那如果说这个第一篇论文是展示了这个新工具的制造方法，那第二篇论文就是展示了新工具的实战能力。第二篇论文的题目叫什么呢？叫聚焦于这个将致病性 T 细胞转化为功能稳定的 TREG 细胞，用于寻常型这个天疱疮的这个抗原特异性免疫抑制。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一种具体的自身免疫病就是叫寻常型天疱疮。这是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免疫系统呢会错误的攻击皮肤细胞里边的 TSG3 蛋白。团队就直接从致病性的这个 T 细胞入手呢，把它们转化为能够识别这个 DSG3 的这个蛋白的特异型的这个SFI-TREG 细胞，它的效果就是革命性的。那么精准的定位这些被转化的 TREG 细胞呢，它在动物体内能够准确的跑到这个皮肤的淋巴结里边，也就是炎症的这个老巢嘛。然后就是靶向清除，就是他们只针对这个 DSG3 相关的 T 细胞和 B 细胞进行抑制，就成功的减少了致病性抗体的产生，就缓解了这个病情，而且没有副作用。最重要的是呢，这种治疗不会影响免疫系统其他正常的这个 T 细胞和 B 细胞，实现了只打坏蛋不伤好人的这个精准免疫机制，这就完美的解决了我们传统这个免疫抑制剂的这个致命缺陷。就是什么呢？传统药物是广谱的抑制，就是副作用呢就是让患者整个全身免疫低下这么一个危险的情况。而坂口教授的这个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体化抗原特异性的这种细胞疗法。所以这两篇论文的发表不仅仅是免疫学界的一个技术突破，它更是一个关于科学精神的这个最佳的注脚。那很多人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会选择功成身退或者专注于理论指导，因为毕竟这份荣誉已经是一个科学家职业生涯的这种最高肯定了，是吧？但是坂口教授和他的团队没有止步用坂口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个新发放好就好在什么？我们不操纵基因组这是一种非基因编辑的方法。仅仅通过调控细胞的信号通路和表观遗传学呢，就能实现细胞身份的这个根本转变。所以这不仅仅可能意味着更快的临床转化速度，也展示了这个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的这种无限可能。目前他从大阪大学拆分出的公司叫 Rexel 呢，已经计划把这项技术进入到人体临床实验。这就让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这些顶尖的这个科学家在获得最高荣誉之后呢，还能保持如此旺盛强劲的这种学术第二春呢？实现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说居里夫人在获得1903年的物理奖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研究放射性元素，并在1911年获得了第2个诺贝尔化学奖就是化学奖这是史上唯一的一位既获得物理奖又获得化学奖的人。还有一位叫莱纳斯·鲍林他在1954年获得化学奖之后呢，转身投入和平运动最后呢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还有就是理查德·费曼在1965年获奖之后呢，他仍然是物理学界的顶梁柱他关于纳米技术的这个前瞻性的演讲甚至启发了全新的一个工业领域。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之前讨论的就很多人认为外人看过来他们还是在刻苦研发，但是我们觉得在当事人心中，在这个科学家心里边他根本就可能觉得无所谓苦和甜因为他们
这个对于真正的搞科研的这个探索者来说呀，诺贝尔奖只是对他过去成绩的认可，但是科学的边界它是永远在前方的。所以即使他们继续前行的驱使他们继续前行的呀，是他们内心对未知世界永恒的这种好奇是对于解决我们人类痛苦的这种深切的使命感，以及对于研究本身这种纯粹到极致的这种热爱和你打游戏差不多你可以这么认为所以一旦你沉浸到了这种解开宇宙奥秘的或者是解开疾病这种可能性的过程中研究呢就变成了一种享受一种生命的这种意义所以坂口智文教授用他最新的工作再次向世界证明什么呢？科学精神它的最高境界不是获得荣誉的瞬间，而是获得荣誉后仍然带着初心向下一个位置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所以这份持续的探索精神才是真正的诺贝尔之光所以张口闭口我该获奖的这种人他永远也不该获奖。好吧，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如果你也被这位科学家的精神所感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